是庄开文，欢迎收看 T 观点。超级富豪养生防老，近期又有新招数了。先前呢 ，T 观点曾经介绍过的美国矽谷富豪伯恩·江森，就把自己17岁儿子的血液注入自己的体内，然后呢，又把自己的血呢回输到他70岁父亲的身上，完成很罕见的3代换血哦，希望借此能够逆龄回春。此外，他也把自己花费了6000万美元的回春配方公诸于世。不过这些方法真的有医疗的根据吗？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带您拆解超级富豪的疯狂回春术。当然，一般人都认为大约从50岁开始，我们的身体就会逐渐的老化。但您知道吗？您的器官恐怕衰老的比你想象还要来得快。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是从20岁开始就老化了，还有肺啦，还有肾功能，则是从30岁开始，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因此遭受到更多疾病的侵袭。这也警示我们，器官防老必须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当然，适度的运动啦，还有节制饮食都是不二法门。只不过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很多人就想着说，我有没有可能只要吞一颗药丸，就可以延年益寿、一劳永逸呢？近期在美国就从研发癌症的药物当中找到了延缓衰老的秘密，而第一个受惠者居然不是人类，而是可爱的狗狗吗？我们先看报道。I mean, bottom line is I have nothing to lose and everything to gain, either for me or for other people down the road. 56岁的皮博已做了最坏的打算，眼看体内肺癌转移到大脑，参与了美国癌症治疗的疫苗实验，只盼望还能参加到女儿明年的毕业典礼。My daughter will graduate nursing school as a BSN a year from now. Yeah. She's at Wazoo Tri-Cities, so that would be great. I'd love to make that, you know. 目前皮博已接种了第1剂癌症疫苗，目标是缩小肿瘤，阻止它再度复发。这些实验室治疗的对象包含乳癌和肺癌，而今年在致命性皮肤癌、黑色素瘤和胰脏癌上也取得了进展。They're not really associated with any side effects. So they're super well tolerated. They're not chemotherapy. And patients do very well. You can get a short course of vaccines and they last a lifetime. 这种癌症疫苗和其他免疫疗法一样，能活化免疫系统，训练 T 细胞专门识别并且攻击癌细胞。专家认为，接下来在癌症治疗上，疫苗将取得重大突破。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decade of vaccines. I am pretty confident that in the next 5 to 8 years, we will have approval of more than one cancer vaccine to be used in that area of preventing disease recurrence. 每个人都希望可以活得健康且长久，对爱犬也不例外。10岁的狗狗杰克乖乖趴在枕间，让医生仔细检查。它的主人是一名兽医师，带着它报名狗狗抗老计划。I can tell he's aging. He doesn't jump in and out of the car as easily as he used to, but he's got really good health. He's going through the hoops to see if he qualifies for experimental medication that.In the long run, hopefully will help dogs live longer, healthier lives. 这项研究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德州农工大学主导，将搜集44000只7岁以上不同品种的大型狗数据，其中的500只将参与药物实验。这款药物常用于人类器官移植，还有癌症的治疗。不过目前已证实能减缓老鼠衰老。And it changes the metabolism in a lot of different ways that we are still fully understanding. And we think that over time, this could influence how we age. And there's a lot of really great evidence from small animal models. 由于狗的生理机能和人类相近，一旦实验成功延缓狗狗老化，未来也有望用在人类身上。Expect him to live to 10, 12. So if he got the medicine, maybe extend his life 3 more years maybe. But as long as it's a healthy life, I don't want him just to have a life, a geriatric life. I want him to be healthy and active.
抗老研究不只适用于人类哦，如果我们的毛小孩也可以一样长寿的话，相信对于宠物主人会是很大的安慰。而我们刚刚在报道当中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抗老关键，叫做雷帕霉素。我们来认识一下，其实它是1964年在知名的复活岛上面，不是有摩艾石像吗？在底下的土壤当中给发现的哦。那么后来呢，就被用在比如说肾脏移植或癌症治疗上面。更有意思的是，这几年非常的火红，被用来研究抗老化咯。它是不是人类下一个神药呢？这非常值得探究。马上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2位抗老研究专家。第一位要介绍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教授许尧霖许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谢谢教授再次前来哈，您是知名的抗老化专家。好，我们再来呢，介绍的是台湾中医临床医学会理事长陈其芳，陈博士你好。康文姐好，许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陈博士有一本著作，对，您的著作是这一本对不对？中医养生学，听说它还是一个很重要考试的指定教科书。对，是什么样的考试？这个中医养生学现在是国家考试，就是中医师职类的指定参考用书之一，这样。所以要参加考试的话，好好研读一下哦。但是呢，一般的观众朋友其实不用那么累，对不对？来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里面有很多的资料可以看，听我们的节目也会有很大的收获。要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说中国历代皇帝级的养生抗老之术哈，这非常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雷帕霉素哈，再来深入研究一下。其实我们刚刚算一算，已经将近60年前就被发现了哈。但是呢，这个 Rapa 为什么它叫 Rapa？ 其实就是那个复活节岛的那个名字，就是当地的土语的名字 Rapa， 然后用来命名。那现在为什么会被视为是抗老全员呢？那么整个研究的历程，我们来看一下。1969年的时候哈，就被发现说，可以预防癌细胞的分裂哦。2009年的时候，运用在老鼠身上，居然老鼠的寿命可以延长9%到14%。好，2014年我们的成大就发觉，雷帕霉素可以用来治失智症哦，也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报告。那么2023年我们最新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如果用在狗的身上，心脏功能的确可以改善。我们马上就来请教一下许教授哈，像这样子是不是代表着我们的青春之药已经有谱了呢？是所以这个 rapamycin 这个东西，还发现到它的这个主要的标的是一个蛋白质叫 mTOR 就 target of rapamycin。那因为 mTOR 这个蛋白质非常重要，它跟代谢跟很多功能都有关系。那所以后来就陆续研究，发现这个 rapamycin 除了作为免疫的抑制剂之外，它也有很多其他功能，譬如说刚刚提到的抗癌甚至抗老化，因为 mTOR 本身就是跟调控老化速度是非常有关系的一个蛋白质。主要应该是在华盛顿大学开始做的研究。那这有2个目的嘛，一个刚刚我们提到说，他希望宠物可以活得比较久一点。第二是因为狗它生活的环境，就是因为它是宠物狗，所以就住的环境跟人是一样的。那第二是说，宠物狗跟人一样有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各种不同的变化，所以在我们没有办法在人体实验之前呢，先在宠物狗身上做实验，其实也可以用来验证说这东西是不是在人是有帮助。所以他们当初就进行了这样的实验。那最后确实也发现到说，跟老鼠的实验结果一样，在狗里面如果长期服用这个 rapamycin 的话，确实会让老化速度变慢，很多跟老化相关的疾病呢也都有获得改善。所以这研究主要是这样。但是rapamycin 作为一个药，毕竟它是个药所以它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副作用。所以这个是不是实际上可以在人类里面使用？那当然还需要靠人类的临床实验才能证明，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要一听到有效就马上拿来用。事实上是还没有经过人体实验的哦。好，那么提到抗老研究哈，有一位就很乐于拿自己的人体来做研究，是谁呢？其实长期锁定 T 观点的观众朋友会知道，我们先前就介绍过了这一位大名鼎鼎的矽谷的这个科技巨头哈，他真的是一个有钱人哈 ，Brian Johnson。但是呢，我们之前也告诉大家了，他一年呢可以花200万美金在研究抗老，用自己做试验，然后每天5点起床，他服用了100多粒的药片，这个我们真的是比较保留一点了哈。然后现在他又有一个新的方法了，说是换血治疗。我们刚刚一开头节目的时候也告诉大家，把他17岁的儿子的血输到他自己身上，然后再把他自己的血呢输到他70岁的父亲的身上，来看看是不是能够达成
的换血抗老的一个作用啊。我们来请教一下许教授，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中世纪的那个奇怪的医疗。我们以前T观点也介绍过哈，就是那些恐怖医疗让大家就觉得很难接受，对不对？怎么会到现在2023年了，怎么还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是，我想他会做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当然起源是来源自一个科学研究了哦。那这个研究可以简单的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它其实是早期在用老鼠做研究，做很多不同的生理学研究的时候，有一种方式就是把2只老鼠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给它缝在一起，那他们可以研究一些跟干细胞或者是这个内分泌有关的一些现象，生理现象，那是纯粹是为了做实验才把它缝在一起。但是有一次在意外的实验中发现说，他们若把2个不同年龄的老鼠缝在一起，年轻的跟老的老鼠缝在一起的时候，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就发现老老鼠变年轻了，然后年轻老鼠变老了，所以他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说，老的老鼠血液里面应该有一个让老鼠可以变老的东西然后年轻的血的里面就有一个让老鼠变年轻的东西。但这东西是什么东西？其实现在还是众说纷纭，还没有真的可以确定到底这个所谓的抗老的因子或老化因子是什么。但因为这个研究就让大家相信说，年轻的血液里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抗老因子在。那所以当然他就衍生出他现在这个做法，他觉得用年轻的血直接放进去就可以得到这个效果。但其实这个做法其实还蛮危险的，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就像移植器官一样，你这个血随便放进去会不会有一些免疫的一些排斥作用？最重要的应该是说要等未来研究真的找出了那个抗老的因子，也许直接用那个因子会比换血好很多。我们的结论就是这个科技富豪他真的很热衷把自己捐躯，是他为科学奉献，为科学奉献，很热衷于做实验这件事情哈。但是哈，其实他也不是光躺在那边换血啦，我只是一直觉得很奇怪，他做的这些抗老的事情变因真的太多了，因为他做了很多同时间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运动。我们来看看他的训练菜单哦，各位观众看一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得到。这个洋洋洒洒的，我看的眼都花了哈。那一般人刚动也屌哈。我们知道陈医师您也专精于这个运动医学，对不对？是不是帮我们评论一下，像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的方式，一般人可以学吗？还是叔叔有练过？小朋友不要乱学呢。所谓那个应该是说过犹不及，适可而止。那我们应该采行一般人来说，应该是用中庸之道啦。那如果说在一般没有经过就是专业的训练的时候，那直接去采行这个高强度的这个操劳，这是会有可能对生命有造成危害，那反而就是不好。那所以才会有的人说，为什么运动选手那他可以做很多极限的一些动作，或是超越人体的潜能，或是像大谷翔平选手他投打什么都行。那这是他有花很多的时间在训练。那矽谷富豪这样的一个训练菜单，他一天做完大概需要2个小时半以上。那一般的人可能比较没有这样的时间跟空间。那当然，如果你有这样的时间跟空间，要做这些是可以的。那只是说所有东西的都是要选择它适合的那个材料、素材跟它的条件。所以说，在做任何的这个训练之前，那应该是寻求专业的这个医疗咨询，然后这些的健身的东西，就是不要自己就是贸然去尝试，对，它不见得适合每个人。就是想要抗老而已哈，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抗老健身的话，一天的运动量大概建议多长时间就够了？一天的，如果说我们每天要活动的话，你至少有到半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你可以就是快走，你可以去散步。那当然，这跟可能我们提着包包走路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身体没有放松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好，当然哈，运动强心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抗老的不二法门了啦哈。不过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您的心脏比你想象的还要来得老哦，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则报道。近几年，其实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发生冠心病或心肌梗塞。年轻已经不再等于健康保证，年龄其实有分实际年龄与身体年龄。例如，实际年龄40岁却有55岁的身体。值得注意的是，心脏也有一个年龄标准，心脏年龄越高，中风或心脏病的几率就越高。即使刚踏入职场20多岁的新鲜人，也有可能有一颗60岁的心脏。所谓的心脏年龄，可以简单的代表心脏和实际年龄的差别。
其实这个概念就是心脏发生疾病的风险。心脏的年龄当然和心脏的疾病息息相关，不论是心血管疾病、动脉硬化或心律不整。可以想见，一旦心脏有风险，死亡的机会也会大为上升。心脏年龄指的就是心脏病的危险因子，也就是说，当你的危险因子越多的时候，心脏年龄就越高。近年来常听到的心肾症候群，更代表着一旦心脏有了问题，发生肾脏疾病甚至洗肾的机会大为上升，更是不可不防。整体说来，和医生好好讨论可能造成心脏疾病的因素，进而预防跟治疗才是根本。英格兰公共卫生署近来力推检查你的心脏年龄网络调查，至今有190万人上网测验，受测民众有78%的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还要高，有34%的受测者的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至少高出5岁，更有14%的民众的心脏年龄较实际年龄至少高出10岁。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的资料也显示，每2位男性就有1名心脏的年龄比实际年龄多5岁或以上，每5名女性就有2名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多5岁或以上。举例来说，若是一位45岁男性抽烟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及过胖，心脏年龄将高达75岁。心脏年龄与心血管健康息息相关，心脏年龄增加会提高心律不整、动脉硬化及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超过75%心肌梗塞与中风的病例，皆由增加心脏年龄的风险因素所造成。好，要对抗心脏的老化，促进心血管健康哈，股神巴菲特他也有一个秘方哈，这个名字有点难念，我们来念一下：烟酰胺单核苷酸。简称就是 NMN 啊哈，现在很火红哈，很多人很喜欢。然后它有3大功效，听说是抗衰老、促进心血管健康以及保护大脑，降低罹患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好，股神的爱一般人也适用吗？马上来请教一下许教授。所以这个NMN 这个东西当然最近非常流行，还有另外可能大家会看到一个类似的东西叫 NR， 就是 nicotinamide 的这个riboside。那这2个东西其实都是作为另外一个我们身体细胞里面常用的代谢物，叫 NAD 正的前驱物。所以大家吃这个 NMN 或者是 NR， 其实目的并不是这2个东西本身，而是它进到细胞之后会转换成我们需要的那个 NAD 正这个东西。那因为 NAD 这个正这个东西在我们代谢上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随着我们年纪变大啊，生理功能渐渐老化的时候，这个 NAD 正在细胞里面的量是会渐渐下降的。那所以因为看到这个现象，所以呢就有一个科学家就有一些想法说，也许我们可以补充这个 NAD 正，那是不是就可以改善很多老化的造成的一些不好的结果？那当然直接吃 NAD 正不行嘛，因为 NAD 正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分子，它又带了正电，它进不到细胞里面，所以那就直接吃它的这个前驱物。那前驱物大概就是1步或2步的这个化学反应就会转换成 NAD 正。那所以比较常流行的就是吃刚刚讲的 NMN 或者是 NAD 正，那个 NR。那但这2样这个东西在动物实验确实长期服用这个 NMN 或者是 NR 呢，都有看到很显著的。抗老的作用，而且当然改善很多不同的相关老化相关的疾病。但是毕竟它没有经过人体大量的实验，所以呢，是不是真的对全部的人都有效？完全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当然有待未来的临床实验了。不过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人体里面本身的代谢物，跟我们刚刚讲 rapamycin 呢是个药不太一样。药的话，当然就有可能比较会有毒性啊等等的。所以这个东西一般来讲就是作为一个保健食品。现在坊间很多的 NMN， 有的会跟什么维他命 B3 什么傻分不这种。OK， 对。那因为他们这几个其实都在化学结构上是非常类似的。那你可以说维他命 B3 事实上就是刚刚讲这2个的更前面的前驱物。OK。所以这2个其实是 B3 的衍生物。那大家就觉得说这东西反正都很像，所以我吃更前面的前驱物也许也有效，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那它有可能会变成一些不见得是我们想要的一些东西，所以并不一样。那因为 NMN 跟 NR 只差
1-2个反应就会变成 AD 症。那这个东西到了细胞里面，它直接会被转换成 AD 症 ，B3 就不一定了。是，那当然有些人会说，哎，像股神他就吃这个哈，但是像华人的话，很可能就会说，哎，那我中医食疗一下有没有帮助呢？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其实呢，有科学家运用 AI 找出了3种传统中药哦，听说就是对防老护心也是很有帮助的。第一个是银杏，哎，银杏不是补脑吗？像我就很需要银杏哦，常常用脑过度。然后再来夹竹桃，还有北五加皮哈，听说都能够防老护心。我们来请教一下陈医师哈，听说夹竹桃跟这个五加皮，如果有看过那个什么宫斗剧，知道这2个药材其实是有毒的，对不对？所以要食用上面也是要特别小心，对不对？有什么正确的观念要告诉观众朋友？这边跟凯文姐跟各位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就这一类型的研究，这种我们说 drug discovery 这种药物的研究，它是去找出它里面的一些萃取物跟它的一些动物实验的一些结果。那找出萃取物跟我们实际用在人体的，特别是中药的这个概念是有点不大一样的。中医它讲求的是说这个方剂它组成的一个效果，那西药会非常需要知道它的那个单位的萃取物是什么。那中药的话，它是看这好几个药材，就像四物汤，它是有4个药组成，那这4个药起的一个作用，那不只是这4个药里面的一个单一萃取物。那所以就是中医西医的处置标的是不大一样的。对，那西医的它处理就是人所生的病，中医处理的是生了病的人，他的一些看法不大一样。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用这个电脑它找出来的东西，那像那个银杏就是所谓的白果。然后那个夹竹桃它是剧毒药物，所以这个现在其实这个是不能使用的。不能用。那五加皮它是有一些，它算是药物偏性比较强，所以它也是有一点毒性。所以像广告也会说有些东西，它会说什么长嗨大庆哦嘎，这个五加就是那个五加皮的那个五加科植物，它的那个一些毒性，它的一些药物偏性作用是很强的。那我们这边看到原料的原药材，这边有白果就是银杏，然后还有这边这个是有那个五加皮，然后我们平常在开门诊的时候，我们使用的药材，不管是用治病，或是说在养生调养的话，会使用到的是一些那个方剂复合物，它会有很多的东西。所以像在之前我们也是讲过说，疫病流行期间，那它会使用像是麦门冬汤，然后还有一些古代皇帝们他们的养生方就都会使用到麦门冬、天门冬的这样的一个药材。那一般来说，就是这些很多人会说补养用什么参类的东西，但其实参类的它的那个它的一些药物偏性比较强，所以才会说有血压问题的这个参类这个不要乱吃。我们要使用药物之前一定要找那个医师专业的咨询，而且动物跟人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像我们看到那个我们做动物实验，那个巴豆是飞鼠豆，老鼠吃了它会长得好。那但是这个我们在《三国演义》跟《水浒传》里面看到，那个要让对方那个跑不远，就到对方的马厩里面去下药，就下巴豆，那马会拉肚子，那人吃了也会拉肚子，就拍巴豆了。对，就喝个冰水就可以解掉，但是它会有一些在不同的动物身上会有不同的药物偏性，所以才说就是这一类型的实验是我们的参考，但是它跟临床的使用上是有一点不同的。好，学到了哈。那另外保护心脏哈，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中医非常注重养心这件事情，而且古代的皇帝我们都知道嘛，像那个北京故宫就有养心殿，对不对？所以养心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那其中最好知道的是谁呢？乾隆皇帝啊，乾隆皇帝听说他的养心之道是用茶跟穴位按摩吗？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在教我们一些 people， 让大家可以学一下这个皇帝级的养生之道？好，那个我们看到说，历代从一开始汉朝一路到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只有中国历代有211个皇帝，对，那里面活得比较老的，大概一开始汉武帝他活了71岁，是那梁武帝喜欢佛教的那个梁武帝他活了85岁，然后乾隆他活到了89岁，嘿，那乾隆他是历代皇帝里面，对，他是最高寿的。宫廷里面他们吃的东西其实很多，因为大家其实是吃得太好了。所以有的很多大家会吃的就是它会容易肠胃胀气，会容易不舒服。所以它的那个食用的食材里面有很多是有胶质类的，不管是这些燕窝，或是有什么木耳，
这一类型，因为它会滑肠，那它会排泄，它会比较舒畅。那乾隆他自己，因为他本身就是喜好医学，那他也就是有练武，那所以他当时候有组织了，就是让太医院做了那个《医宗经鉴》这套书，就是说历史上第一个以皇帝为名编的一套教科书，那给皇宫的医师还有给民间都可以来看。那他并且他也认识一些民间友人，所以像戏剧里面出现的那个徐灵胎，那个徐灵胎医师，他是很有名的民间的医师，他比乾隆大了18岁，然后乾隆有请他进去皇宫里面帮就是里面的大臣，还有帮就是乾隆自己就是看病。那它里面就是他们有讲到说一些穴位一些的按摩，其实就是很常见的我们的合谷穴，然后就是虎口合谷穴这边，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对位很好，对，然后手上那个手腕这边就是小指对应下来。这边就是这边我们也要对，这边神门穴就是它。神门穴是我知道这边是对位比较好，那这边就它让它比较好睡觉。其实也是因为古代皇帝这边你要接触他，你是不能随便触碰他的身体，人的穴道有很多，那他就是选它会露出你的手，所以就手上手腕手上面有很多的穴道。那我们平常也可以对，所以其实平常就是我们有按压，或是说你直接拿脸盆装热水直接泡手也可以。泡手泡脚，直接泡手让末梢循环又比较好。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养心，对不对？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另外一个老化更快的器官是哪里呢？肺。好，那么秋天正适合养肺，对不对？好，我们有一句话说嘛，秋天可以养肺啊，而且平均35岁开始，您的肺功能就逐渐退化喽。有没有注意到呢？我们马上回来告诉您保健之道，不要走开。不管清醒或是睡眠的时候，人体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还在持续不停的运作。没错，答案就是您所看到的肺脏。问题就在于肺老化之后，很多的疾病就会接踵而来。最可怕的是，连续多年高居国人癌症头号杀手的肺癌，到底要怎么样来养肺抗老呢？来看资深医药记者蒋志伟的专题报道。如果您频繁吸烟，经常吸入一些有毒气体，像是汽机车排放的废气，以及工作场域的化学物质，可真的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很有可能会提高您罹患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风险。走路或运动时候，以及爬长距离楼梯，如果变得比较喘，就必须要提高警觉。我们的肺脏始终全年无休，维持着我们的呼吸功能。而事实上，民众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方式来了解自己的肺功能好不好。我们请北荣胸腔内科主治医师罗永宏来简单的告诉我们如何自我检测自己的肺功能。对，根据这个台湾胸腔记忆终身学会的这个也提出了一个做法，我们可以透过1分钟自我登阶检测，来了解自己的肺功能是如何。那我们可以计算这个1分钟，那可以爬的阶梯的总数是多少？很喘，对，是有点喘。好，那经过实际的检测之后，我本身的话，那1分钟这个登阶的阶数的话，可以达到90到100阶以上。好，那根据这个胸腔重症学会的建议，好，若是这个1分钟可以登阶的这个数目小于30阶的话，那有可能是肺阻塞的高危险族群，可能肺功能不是很好，那就要尽早到胸腔内科接受医师专业的检测。好，如果是1分钟登阶的这个的阶数是在30到50阶，好，那就是肺阻塞的这个中度风险族群，那就要好好注意自己的那个肺部健康，好好保养。好，那如果是登阶的数目是在这个1分钟的登阶数目在50阶到80阶的话，那就是肺阻塞的低风险族群，那就是要继续持续运动，好，希望能够达到超越80阶的目标。随着年龄的老化，我们其实从成人大概25到30岁之后肺部的功能其实是会逐年慢慢的下降，但是你不会有感觉，因为我们其实如果肺部是正常的话，一直到年老的时候呢，其实它都还能够维持我们平常活动的需要。
好，看完我们刚刚的报道，要记得哦，常常要走楼梯运动啦哈。那么，而且也要去检测一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健康。但如果检测状况不太理想，不要太过担心哈，因为忧思也会伤肺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医百科，这叫《黄帝内经》啊，里头就有告诉大家喽：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哇，这个情绪真的是影响我们人体的健康。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啊，但是我们马上就来请教一下陈医师啦。比如说呢，有些人说就是情绪不好，还像现在压力太大，很难疏解啊，的的确确会有一些症状出现哈，比如说像林黛玉体质，我们就知道什么久咳不愈啊，诸如此类的哈。像这些理论到底怎么来的？好，凯文姐这边我们在看《红楼梦》，它里面写到的那个医疗材料，这个其实是后代有做很多研究的。那我们仔细去看那个林黛玉，她其实并不是真的那种典型的那种阳虚，她应该是气郁血虚这样的一个类型，偏向阴虚的这样的一个体质。那她的那个比较肺这些比较不好，这种就是受到情绪的影响。这是在第17回、第19回，那个林黛玉就是她可以对那个就是贾宝玉写的诗词，他就说这也没什么，他随便写都有个就是很多首，他都写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好强的人，然后他自己会吃那个人参养龙汤，但是他其实那个东西太补了。所以他补一补，他是越吃之后才越不舒服的。那他如果到现代的话，其实就会是一种，我们会说他其实应该会是一种女强人型的，就是他可能身体不见得有那么的好，但是他的意志力很坚强。所以这个在《红楼梦》里面可以发现有这些很多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他后来因为受到情绪，受到就是他感情方面的这个因素的影响，所以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才变得每况愈下。是，所以的确情绪会影响到健康。不过讲到这里哈，我就想到说，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叫做端粒，对不对？那上次许教授也跟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端粒了哈。但是这本书其实也蛮多人都读过了哈。它就是2009年的时候，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伊丽莎白布雷克的著作。他就说压力真的很容易让人的端粒变短，那变短不是好事，因为比较容易发炎，对不对？端粒越短的话，比较容易罹患肺部疾病哈。我们来请教一下许教授，现在很多人就说好不要让这个端粒变短的话，有一个东西可以吃一吃，叫做牛磺酸嘛。有一些饮料好像也说含牛磺酸。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牛磺酸到底是什么？真的可以减轻焦虑，让你的肺部变得更健康吗？这个牛磺酸当然在过去研究中有很多不同的对健康的好处了。刚刚提到对肺的好处，对这个就是情绪上的一些影响。那最近是有一个实验是证明到说，这个牛磺酸如果长期服用在动物实验，比如说老鼠，事实上是真的可以减少这个因为端粒缩短造成的这个衰老细胞。那它甚至还在恒河猴，就是猴子里面也做了实验，那猴子里面看起来也是有效啊，所以看起来牛磺酸作为一个保健食品呢，看起来是有这个抗老化的效果啊。但是这个保健食品跟我们刚刚讲那个 MMN 就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知道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啊。但是牛磺酸到底它是怎么样达到这个效果，事实上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不过牛磺酸这种也是比较偏保健类的哈，就比较不是属于药物的嘛，就跟刚刚我们讲的 Rapamycin 是药。这个也是不同的概念，对，所以就是说它大概坏处不会太多，但过量绝对是不好。但就是说，你平常服用大概不太可能会有太大的副作用了哈。那大概是这一类的这个。可刚刚讲到过量不太好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钻研到那什么抗老的研究哈，专家也提出一个有危险性的一个警告，对不对？好像听说就是说，如果你细胞变得太年轻了，或增殖太快，其实也有副作用，是吗？是啊，因为你想想看，我们身体里面有什么样的细胞是完全不会死亡、一直复制的，那就是癌细胞嘛。所以在我们做这些抗老研究的时候，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当我们把细胞变年轻了，我们也要确定它不会变成另外一种就是复制太快的细胞，那就是癌细胞。那这个说到这个，当然我们可以聊的最近一个国外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抗老的研究方向，它叫做这个 epigenetic reprogramming。那它的概念就是说，在我们细胞使用体细胞使用的过程中，事实上会因为它的经历过不同的事情，它渐渐会被增加了一些所谓的表观基因上的改变。
那这些改变呢堆积的结果，就让这细胞越来越老，越来越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如果可以把这些表观基因的改变去除的话，也许可以让细胞回到年轻的状态。所以他们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那其中的一个方法呢，大家也许也听过，就是所谓的这个iPS， 就是诱导型多能干细胞。那这研究其实当然是做一个再生医学的方式嘛，把我们的体细胞变回成干细胞，然后再把干细胞送回到体内去修复那些已经不好的或者是受伤的地方。但他们科学家发现说，如果我把这些体细胞用在他们所谓的这些所谓山中因子把它变成干细胞过程中，我在一半就把它停下来，就是我不把它完全走到一半，那这细胞并不会变成干细胞，但它会把刚刚我们讲的那些表观遗传的改变都去除掉，就是把它有点像恢复到刚出厂那个样子。那他们就发现，在老鼠里面，如果是去大量做这种事情的话呢，这些老鼠的细胞确实看起来会维持年轻比较久那当然我不小心过头了，它可能就变成大量开始繁殖。所以这个东西在动物实验上初步看起来是可能可以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但其实这实际上到底要怎么样操作才不会有危险，不会过头，这当然都还要有一段时间的研究才能确定。我们今天节目从最新的研究，马上又要再跳到古老的一个方法。我们今天一直在新旧交替，新旧交替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老祖宗。我们刚刚讲到的秋天正适合养肺，为什么呢？因为中医好像有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还有冬养肾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不对？现在是不是还是如此？然后呢，宫廷的养肺食谱包括我们刚刚一直出现的男主角乾隆皇，他就很喜欢冰糖炖燕窝，这个我也很喜欢。银耳羹我也很喜欢，慈禧太后。再来就是我们知道《后宫甄嬛传》，他们也有提到那些娘娘喜欢的养肺食谱，叫做百合花杏仁等等来请教一下陈医师，给我们一些建议。宫廷养肺食谱是不是现代人也很值得参酌？不管是那个银耳，不管是燕窝，那不管是这些什么莲子汤，它其实都是富含就是胶质、钙质的东西，然后还有会有一些膳食纤维。那吃东西的话，还有一点蛮重要的是饮食的次序。所以像刚刚有讲到说那个乾隆皇帝，那以前英国那时候1793年那个马加尔尼使节团他们见到乾隆皇帝的时候，那时候他是80多岁了。那它里面马加尔尼日记里面他写到望之如60许人，饮食秩序极其有度。就是他说，这乾隆的吃东西的次序很重要，就是他每个东西他会吃，但他不会吃得太饱。然后他的一些像是冰的东西、甜的东西，他会在白天的时候吃，那它符合就是身体一些节律，就是体温日夜会有变化。那晚上的时候，其实代谢效率比较没有那么好。那它也就是这些饮食上的小地方有注意。很多人都说7分饱，7分饱就是这个道理哈。而且呢，美国也有真的有研究，就是说如果你40岁开始维持8个生活小习惯的话，可以帮助你延寿20年。要怎么做呢？马上回来再告诉您，请别走开。躺在重训椅，双手向上拉伸，再延展左右手，让身体醒一醒。接着调整呼吸，卧推约50公斤。对于80岁的长辈来说，已经是相当厉害的数字。不过这还只是暖身，腹部运动、哑铃都是日常的运动菜单。年纪大了，你才想去做那重量训练，根本都不可能的事。你要从年轻开始，这样长时间这样培养下来，才有办法做。良好的运动习惯早在年轻时就已经培养，也难怪对于大部分80岁的长者来说，谢爷爷能举起的重量、能做的运动，绝对是同年龄的前段班。对饮食也有一套自己的养生经，包含多吃蔬果、不吃加工食品，让自己维持在健康的状态。老年人常伴随的3高问题，自然也没来找麻烦。而美国研究70多万名退休老兵，发现拥有8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有助延长寿命。例如中年时不吸烟、积极运动、做压力管理、饮食良好，不会定期酗酒，有良好的睡眠以及正向的人际关系。
美国的这项研究指出，如果拥有这8种习惯的40岁男性来说，会比没有这些习惯的人预估年龄可以多出24年的寿命，而女性则是可以多出21年。大概40岁左右就要开始，也就是说，现在强调的老年学、健康老年学，是说在中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健康良好的习惯。提到的是说，希望是做7.5个当量小时的这个强度。好，那这个强度是什么？其实一般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剧烈的运动，譬如说是重训，然后以及快跑。爬山。研究中提到，每个星期要做7.5个代谢当时小时运动，有助于增加肌肉品质。肌肉的提升也能减缓关节的压力和疼痛。另外，避免酗酒可以降低死亡风险19%，良好的睡眠早死几率也降低18%，维持正向的人际关系也能提高长寿几率5%。好，研究长寿跟养生的方法，很多名人真的各出奇招。我们来看到这一位大卫辛克莱，他是谁呢？他是哈佛大学的抗老大师哦。他用的方法呢，我们来看：喝柠檬水，吃乳酪多酚，喝绿茶，用椰子油刷牙，还有站着工作。结果我们来看一下照片，这是40岁，那怎么逆龄越来越年轻？这是他的养生秘方，请教一下许教授，这些做法大家可以参考吗？这个 Dave Sinclair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NMN， 其实就是他的研究主要的这个之一啊。就那他提出来这些方法，我想有些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做了哈。譬如说他自己也承认他不喜欢运动，所以他说那既然我不喜欢运动，那至少我不要常常坐着，所以他就站着工作。那这只是说取代他这个没有少运动的这个部分。那另外像说喝柠檬水啊，这些其实不一定要柠檬水，柠檬水是说它其实事实上是需要多喝水，多喝水是好的，但是他觉得说只喝水他可能不喜欢，他加点一些东西进去，所以把柠檬水改成薄荷水，改成什么水其实都可以。那像绿茶多酚这些本来就是抗氧化嘛，所以这些东西当然喝了是没有坏处嘛。是。那最后用这个椰子油刷牙，其实主要是说想要去掉口腔里面的一些病菌。那这些很多牙周菌都跟我们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口腔里面病菌少一点，当然是好的。但这些东西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因为它符合他自己的个人的喜好啦。是，那我们就来请教一下陈医师。好，我们知道就是说您也专精，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您也专精这个运动医学，对不对？你出任过这个亚运田径队，还有那个亚青篮球锦标赛国家队的队医，有帮助过这些很专业的运动选手。那是不是也跟我们提供一些运动妙招？尤其我们刚刚讲嘛，大家其实现在上班族老是坐着，对不对？但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做哪些简单的运动？其实对这个养生跟防老是很有帮助的。《黄帝内经》有提到说，久视伤血，然后久坐伤骨，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应该要就是多活动。所以像我的中医养生学，我是站着打电脑，您也是站着把它打出来的，对。然后平常我们如果说是在办公室，在一些工作的空间，因为我们不方便起来做比较大的动作，那这时候应该是用一些古代有一些养生的方法，像古代有这个8段锦，有5禽戏，然后有养生16仪，还有一个武侠小说提到的易筋经，易筋经是真的有这个东西。易筋经里面12式里面的这个9轨拔刀马，这个是大家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可以来，就是我们一手放头后面，然后另外一手就是放背后、腰后，然后头转一边。其实我们就是想象，像我现在我的就是右手这边我持着一个剑，然后我的左手我要把刀子拔出来。就是拔刀的动作，然后就真的拔吗？不用，你就是这样，其实就是一个伸展。那它最开始只是一个站着这样去做的全身性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就是用在就是坐着。然后也可以这样，其实就是一些筋骨的这个。讲拔刀这样子，这个动作就比较容易，对不对？就我们要把剑拔出来，这样是，就比较容易记得。对，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伸展，它使用的空间不会太大。那弄完之后，你可以就是再按压，像我们说穴位这些，其实就是让你的那个筋骨比较活络、比较松。那这样
就是你做这个的时候，你也不会一直盯着电脑，所以就不会有这个久视伤血这个的问题。所以那个眼睛也可以得到适度的放松。这个动作真的很不错，你会看到我们的大办公室里头，每个人都在拔刀，左边拔完拔右边这样子。好，今天非常谢谢2位老师哈，告诉我们很多的秘诀，而且告诉我们很多抗老的最新的研究了哈。其实呢，壮世代要抗老，其实科学啦、医学真的都是并行不悖的哈，而且呢，也出现了很庞大的商机哦。这又是什么呢？我们马上回来会有详细的报道，请别走开。台湾的药局数量在2022年创下了10584家的新纪录，年销售额高达了1669亿元，相当惊人。而随着壮世代和银发族需求逐年攀升，有不少连锁药局也必须转型改变经营模式。业者统计，壮世代族群需求前3名分别为保健食品、检测仪器、辅护具。确实，我们也近期注意到壮世代来我们药局的比例有所增加，甚至以营收来看的话，是已经从2成上升到3成。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也是更加重视这个趋势。那在这个趋势呢，我们也开始提供更多的这个保健食品以及营养补充品的部分，甚至我们也会提供较为个人化的建议。来为这些客户做咨询。民众对健康意识认知态度高，也有更多人认为运动对健康很重要。有不少人越来越重视运动，会加入健身房成为会员。现在有医院看准了运动商机，成立运动医学中心，透过精准医学、客制化壮世代健身课程，锁定壮世代的健身商机，您怎么做？最主要就是说，运动医学中心的成立，它是对于说让壮世代对自己运动、对自己的身体有意识的一些族群，他们有不同的选择。像不管说去骨科啦、复健科，或者是去健身房等等之外，运动医学中心的成立是让他们有更精准医学专业的一个结合跟所谓的一个训练系统。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去做一个比方像是运动处方签的概念。运动如果不等于健康，其实是没有用的。对我们来讲的话，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就必须要透过精准的检测科技、检测机器，还有专业的生物力学的人士，能够帮你去做说你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所以当你在训练、在运动的时候，受伤几率会降到最低，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你才能享受你的这个健康生活。今年60岁赵先生3年半前中风后，透过运动医学专业教练与医师搭配监测评估，设计专属运动处方，训练核心肌群、下肢肌力。我当初迄阵啊中风的时阵，我正脚拍安怎拍都袂起来，我倒脚安尼甲拍落，较早倒脚拍就是怎安尼哦，坐咧有无？咱坐咧，倒脚拍就怎样翘的，自动翘去，啊，即马拍。对啊，好啊，训练了的时阵，我会感觉啦，行路较有力。举个例子，就是说现在的人有肌少症，但是肌少症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你会是哪里的问题。你去健身房，教练可能也只是说啊，可能会是这个问题，可能是那个问题。但是通过机器的精准检测，你会比较知道说我要怎么精准的训练我的小肌群，来去保护我自己受伤或者是预防受伤的一些部位，这样子。面对少子化，加上老年人口不断攀升，壮世代与银发族群更是需要被照顾的一群人。世界各国推动精准医疗，从疾病诊疗扩展至疾病预防及健康保健，衍生出健康产业的庞大商机，也更凸显了壮世代对于个人健康老化的高度期待。祝大家都平安健康，逆龄回春。我是庄开文，我在T观点，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喽。